我国的第二大湖快变成沟了。2022年至今，我国第二大湖鄱阳湖水位就持续下降，一度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急得当地水文监测中心接连发布预警。然而，在2020年，鄱阳湖水位也曾暴涨至现在的3倍以上，创下历史纪录的同时，引发了特大洪灾，造成全流域670余万人受灾，直接损失约313亿元。旱灾水患交替，给沿岸人民造成了极大困扰。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声音提出兴建鄱阳湖水利工程。自此之后，到底应不应该建鄱阳湖大坝的争论持续了21年，而至今还没有动工的消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是知识 TNT。2022年9月6日，鄱阳湖水位退至7.99米，枯水期引发沿湖大面积旱灾，造成了江西全省530余万人生活受影响，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夏季降雨期的流域降水量只有多年平均值的36%。年末，江西省因为干旱需生活救助的有24万人，农业受灾面积超过1000万亩。到2023年3月6日，不到7个月，鄱阳湖水位连续5次跌至7米以下。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接连发布枯水黄色预警。2023年7月20日，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刷新历史纪录，成为最早进入枯水期的一年。2024年1月4日，星子站发布鄱阳湖水位观测最新数据，水位7.96米，同时发布干旱蓝色预警。专家预计，2024年鄱阳湖水位较往年均值整体呈偏低态势。鄱阳湖这般状态使得沿岸部分村庄饮水都出现暂时性困难。好在政府积极应对，提前加大了水库蓄水，农业生产灌溉基本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干旱对鄱阳湖的生态是灾难性的，干旱导致越冬候鸟栖息面积以及食物显著减少，大量的候鸟，例如白鹤、小天鹅、鸿雁，被迫选择迁徙到更远的地方栖息。湖区水位下降，还造成了苔草等湿地植被的大量死亡，湖水水质变差，水中生态环境完全被破坏，鱼类、蚌类等生物也大量死亡，对沿湖养鱼业造成沉重打击。鄱阳湖快干涸成一条小河沟了。比如2023年，鄱阳湖枯水期较2022年就提前了17天，湖区水域较往年均值缩小了近一半，相比6月份最高水位时，面积缩水近80%。持续的干旱对人畜饮水、农业灌溉、水生生物、迁徙候鸟以及生态环境等带来了极大考验。鄱阳湖位于江西省的北部，依靠赣江、饶河等5大江河和张田河等小河流汇集而成，经调蓄后在湖口注入长江。鄱阳湖显著特点是降水相对较少，日照充足，大气干燥，蒸发强烈，湖水补给严重依赖河川径流。5到10月汛期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63.3%，极度不均匀，造成了夏季湖水充沛、冬季干枯严重的现象。长江上游大型水库的兴建导致长江干道水位下降，也导致鄱阳湖蓄水量下降。湖内大量开采河沙，导致河床降低，增大了鄱阳湖的出水量。加上极端天气影响，导致鄱阳湖干旱不断。上个世纪80年代，为解决流域旱涝灾害频繁问题，江西省政府组织了首次科学考察，提出过建坝控制鄱阳湖的方案。该方案目的是为了防洪，经济效益明显，却对整个长江中下游水域防洪不利，而且会破坏鄱阳湖特有的湿地生态系统，因此没有实施。后来江西省整体堤坝抗洪能力显著提升，鄱阳湖最大的问题变为枯水期引发的干旱问题。于是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方案将建坝调整为建闸，但工程评估信息公示后很快引起了争议。面对鄱阳湖建闸争议，反对者认为是否建闸不应该只站在鄱阳湖的立场上，应该从长江全流域综合分析。鄱阳湖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建闸对长江水域的影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需要更充分的论证，在没有完全搞清楚前，不能轻易动工。鄱阳湖旱涝灾害频发，修建水利工程是目前唯一能解决干涸的方法，为什么至今没有动工呢？动物专家表示，鄱阳湖有大约450头江豚，是我国珍稀保护动物，建闸会影响到江豚的自然迁移和种族交流，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而生态学专家表示，生态系统变化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鄱阳湖环境一旦变化，对迁徙的候鸟影响巨大，需要慎重考虑。
支持者则认为，水利工程采用的是调枯不控洪的策略，雨季时开放闸门，鄱阳湖与长江之间畅通无阻；而冬季枯水期时开放闸门对长江水域有补充作用，调控功能明显，不存在对长江水域水流不利影响。工程会保障盐湖200万亩农田灌溉，是全省粮食增产的关键。水闸会特意设置泄洪口，保证江豚等水生动物的正常迁移，而且大部分洄游性鱼类洄游期与水闸自然连通的丰水期时间基本吻合。适宜的水位变化会增加越冬候鸟的栖息地环境适应性，同时会增多食物资源，水量增多，水质也会变好，可以有效降解污染物，保持生态稳定性。鄱阳湖已经连年干旱，湿地生态环境已经受到严重挑战，盐湖的百姓正面临着灌溉和饮水的双重困难。难道放任这种情况，什么都不做才是对的？关于鄱阳湖建闸工作还在继续论证和推进，尽管目前工程整体方案已经获得足够的科学论证与支持，但是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商讨，离正式开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保护鄱阳湖的生态，当地政府也准备了大量农作物供候鸟自由取食。对于水中珍稀物种，采用人工投放饵料，成立打捞救援队，随时人工干预救助。当然，这些方法作用是有限的，治标不治本，只能暂缓问题。根本方法还是在于尽快完成水利工程论证，早日修建水闸，快速恢复湿地生态环境，让鄱阳湖再次焕发生机。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